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莫言曾跟大家聊过自己笔名背后的故事。小时候在农村农作放牛的时候，闲来无聊就爱管闲事，喜欢就乱说话，以至于无论遇到什么人什么事，自己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，总爱胡乱插嘴，说一些没有意义惹人厌的话。有了这样令人厌恶的坏习惯，常常惹来一身不必要麻烦。后来父母训诫他要多看书、多听话、少说话、管住嘴，才逐渐纠正了这个恼人的习惯。请帮忙订阅、按赞及分享，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，谢谢。人这一生做人处事，误在适度，坏在过度，好在适度。张嘴说话也是这样的道理，适度才刚好，适度这就麻烦了，过度的话就糟糕了。管住自己的嘴，停止说不合时宜的话，忍住说搬弄是非的话。如果做不到，可能就只会自食恶果。接下来我们从几个面向来看看。一，管住嘴就是守人生。时间能教会耳朵宽容，岁月可以让嘴巴学会饶恕。有人说，你花2-3年学会说话，却要花一辈子去学习闭嘴。其实说话也好，闭嘴也罢，中间过程讲究的是个人心智的成熟度，是否对人性、人心、人情有足够透彻的了解。多数人一路走来可能会经历挫折，面临选择，遇到变故，甚至会改变人生轨迹，将日子过得一地鸡毛、鸡飞狗跳，甚至是一片狼藉，就在于没有好好管住自己的嘴。要学会慎重，又守住自己的心，才能把控好人生。所以，学会管住嘴，静下心来，人生就已经赢了。聪明的人从来都懂得去控制自己，在言语上注意分寸，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说到底，就是一段自我认识、认知的过程里，对自己了解清楚了，对人性认知高了，自然就会懂得如何管好自己的嘴，做好自己的事，过好自己一生。正所谓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一个太爱吃的人，身体受不了；一个太爱说的人，精神受不了。可如果一个人又爱吃又爱说的话，这一生都受不了。口能吐玫瑰，也能吐吉利。能够管得住嘴的人，才会与人相处融洽，能够维系好自己的人脉。相反，管不住嘴的人，必然是伤人伤己。真正的聪明人，其实都是很有自己的主见，更是有自己原则的。所以在平时的时候，他们知道假话全不讲，真话不全讲，管住自己的嘴，告诫自己别惹火烧身，如此才能守住自己的嘴，过好自己的日子。二，闭上嘴是积福气。说话是一种本能，不说话更是一种本事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都会发觉，那些少言少语的人，反倒容易给人一种气场强大、修养高深的印象。人生在世，莫论他人，不惹是非，其实就是一种难得的智慧。而这种难得的智慧，反倒能让自己走好当下的路，过好当下的人生，积累属于自己的福气。显然，很多人之所以控制不了自己说话的源头，在于觉得自己受了委屈，遭了不公，于是受那些不甘、不服的熏陶，就滔滔不绝，如黄河之水，逢人就抱怨这个，埋怨那个，最终不光自己一直陷入在这种负能量当中，更阻挡了属于自己的好事降临，影响了自我成长。少点抱怨，多点本事，人有千面，心有万变。做人做事，与其不断的投资不可靠的人性，不如及时的止损，要求自己，你才能真正为自己的生活积攒福气。从这个层次来看，管住自己的嘴，就是在积福。人前不说狂话，人后不说闲话，低调做人，谨言慎行，这不单单是对别人的尊重，更是对自己的负责。当你能够很好的管住自己，保持自律，不会去依附和抱怨的时候，你的人生就已经赢了。三，管住嘴就是掌控人生。人有千面，心有千变，刀能伤人却不致命，语不伤人却能诛心。
五台山金阁寺有一副对联：看破世事难睁眼，阅尽人情暗点头。谁言世事不可说，只是看破不说破。很多时候，面对一些人和事，我们选择闭嘴，保持沉默，不是因为懦弱，不是代表无能，而是一种智慧，一种修养。有些话听过就好，不必当真；有些事知道就好，不必说破；有些人看清就好，不必拆穿。做人的苦在于需要不断的跟现实而残酷的人情世故打交道，磨砺自己，熬过去，扛过去，才能看到隧道那头的亮光，找到自己，最终为自己开辟新的人生道路。同样，做人的乐，就在于通过自身独清独醒的自我成长之后，阅尽人情冷暖之后，一边看破看透，一边继续热爱这个世界。如此修炼自己，不断的升华阅历，凝练思想，自然慢慢就会懂的。与其多管闲事，管不住自己的嘴去评价去说教，不如回归自我，向内关照自己，默默的修身养性，静静的潜心修炼。康熙年间名臣张廷玉为人谨小慎微，他把万言万当不如一默，当作座右铭，终身诵之，一生终老。在官场上风雨不沾，全身而退。如此管住自己的嘴巴，隐忍下来，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沉稳下去，最终控制自己，控制生活，掌控人生。古人曰：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台语也有一句俚语：小孩子有耳无嘴，在提醒我们，很多事情都是由言语引起的，不会好好说话，就容易得罪人。生为人，要懂得把握分寸，与人相处时，更加要学会约束自己，不要光懂得过嘴瘾，最后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不得不说，有分寸感的人，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和喜欢。很多时候，与人说话，不要说太多，适当的要管住嘴。对于那种只会嘴上说，从来不考虑别人感受的人，只会让人远离和厌烦。聪明的人，从来都懂得去控制自己，在言语上注意分寸，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所以说，能够管得住嘴的人，才会与人相处融洽，能够维系好自己的人脉。相反，管不住嘴的人，必然是伤人伤己。以上这些浅见与大家共享，祝福大家一切顺心。谢谢观看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。